我爸曾经是号令江湖的大哥，没想到一次意外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家每天都有仇家上门骚扰，从此变得鸡犬不宁。就在一天中午，一个酒醉老头试图调戏我爸，我上去一刀将他的烧火棍斩于马下，不料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身亡。我也被判正当防卫而入狱3年。坐牢期间，我妈因病去世，据说临死前还不断念叨着我爸的名字，说我爸如果在的话，没人敢欺负我们家，全县乃至全市的流氓都得跪下。出狱这天，我试着联系了几个同学，这才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事。我又给大学时的女友曾彤彤打去电话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你好，哪位？我声音低沉地回了一句：“是我。”听到金凯的回答，曾彤彤一脸的惊讶：“你是金凯？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怎么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？你大学毕业了吗？最近在干什么？”他的问话让我又喜又悲，喜的是他还记得我，并且很关心我；悲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根本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。我一咬牙就把电话挂了。我要搞钱，把我失去的几年都补回来，等到事业有成的那天再联系曾彤彤。从这天过后，我先四处打工攒了点钱，接着就自己开了家洗车店。这行没有什么门槛，就是个力气活，吃得了苦，受得了罪就行。李虎是吧？我是市局的王伟，有个任务要交给你，干好了1个月能赚上万。这个老聂我真的服了。我回了句我是你爹，就按了挂断键。诈骗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，真当我坐了几年牢就什么都不懂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往外面走，正好一辆宝马3系开了过来，副驾驶下来了一个女人，我定睛一看，直接傻眼了。她就是我大学时候的女友曾彤彤。看到是她，我有点尴尬，因为当时我穿得很破，我不敢去看她的眼睛，本能的想往后退。金凯，是你吗？听到他的呼唤，我一脸羞红，没想到我最不堪的一面竟然在多年未见的女友面前展露了出来，我也只好点头笑了一下。是我。曾彤彤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从上看到下，又从下看到上，显然没想到我看这个，眉头稍稍皱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什么都没有说。我只好朝曾彤彤走去，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就听到他拿着手机说：“我是真的无了个大雨啊！金凯竟然在这洗车。前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以为他混好了，又回来追我了。我问他最近在干什么，怪不得不肯说，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，亏我当初还对他抱了那么大的期望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身子顿时有些僵了。时间是一把杀猪刀，不光杀掉岁月，还杀掉了人心，碎了，全都碎了。曾彤彤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慌张地回了下头，发现我就站在身后，一脸的不知所措。金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打半个电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一点都不气了，可能是觉得为了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吧，甚至还觉得有点可笑。这就是我想了3年的女人吗？听到我的话后，曾彤彤也来了气，一脸烦躁地说：“不打就不打呗，你吓唬谁？不打正好，我男朋友这个人爱吃醋，让他知道了，至少打断你半条腿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宝马的主驾驶车门突然开了，一个戴着金链子、纹着大花臂的青年一边打电话一边走了过来。知道了，大哥，金凯吗？我记住了，放心，有了他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我要是见了他，立马给他跪下磕仨向讨薪吧！哈哈哈，开玩笑的。总之您放心吧，我肯定客客气气的把他请到您老人家面前去。青年挂了电话，来到我和曾彤彤身前。咋回事啊，彤彤？碰见熟人了，看见你们聊半天了。你刚才说找谁？金凯啊，怎么了？你认识？哪个金凯？他是个杀人犯，你还真认识啊？金凯这个名字并不稀奇，听到杀人犯这几个字，我才心里咯噔一下。估摸对方8成就是找我。不认识，就是好奇杀人犯，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老傅吗？知道啊，咱们县以前的大流氓，90年代就开煤矿发了财，后来赌博被人下套，身家都输完了，成了走街串巷的街溜子。怎么突然提起他了？前几年被人杀了，难怪你不知道，已经很少有人在说他了，死了也没人关心。杀他的人就是金凯，家在老槐树街那边，法院判了防卫过当，据说钱不就出来了。军哥有事找他帮忙，一会儿去他家看看吧。听到这里，已经确定魏亮找的就是我，我杀掉的那个老流氓就是老傅。我家也确实在老槐树街那边的平房住，但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，爸失踪了，妈病逝了，回去也没意义。平时吃住都在洗车店里，魏亮去了也只能扑个空。对了，上次让你找几个陪酒的，你找了没有啊？ KTV 这几天生意不太好了，军哥骂了我好几次。再找了，没合适的。好家伙，曾彤彤现在都坚持妈妈桑了，这才几年不见，变化真的是太大了。上次跟你出来吃饭的那个闺蜜就不错，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问问她愿不愿意干杯。她要是来，绝对能当头牌。事要成了，再给你买个包。那我就试试吧，晚上叫她出来吃饭，她要不愿意就算了，你可不能强迫啊，好歹是我闺蜜。听到买包，曾彤彤犹豫了下，竟然同意了。哈哈哈哈，放心吧，肯定不强迫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像是有1万头羊驼呼啸而过。曾彤彤现在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连自己的闺蜜都坑。直到快傍晚的时候，一辆帕萨特突然开了过来，车上下来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。哥们，要洗车吗？青年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。我不洗车，我来找我爹。你爹？你爹是谁？莫名其妙，找爹来我店里干嘛？我这也没有老头子。我爹叫金凯。
哥们，怎么个意思啊？找茬呢？我是公安局的刑警王伟。我的脑袋顿时嗡一声响，想起来之前接过一个电话，对方自称市局的王伟，还说有任务交给我，我以为是诈骗分子，说了句我是你爹就挂掉了。爹，我来了，有什么说的吗？王 Sir 可别开玩笑了，我哪敢当您的爹啊？之前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，所以言语冒犯了点，勿怪勿怪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哟，这就过去了呀，我还打算孝敬你呢。王伟阴阳怪气，还伸出手戳我的胸膛。阿发见状不对，立刻拎了一个灭火器冲出来，虎视眈眈地看着王伟。哥，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你先进去。阿发这家伙是一根筋，做事也不考虑后果，脾气上来什么都不顾了。之前跟好几个客户打过架，经常一言不合就大嘴巴呼上去，为此我不知道说过多少好话，还赔出去不少的钱。他这性格，迟早要惹大麻烦。是，回头一定好好教育他。知道红卫军部？知道啊，大哥级别的人物，旗下有洗煤厂、KTV、洗浴中心，小弟也不少，在我们县手眼通天。说对了，这家伙干的买卖不正当，市里已经盯上他了，但你们县不太干净，保护他的人也不少，有些行动不好展开，需要一个可靠的人，秘密潜伏到红卫军身边，搜集一些罪证。打住，你说的这个人不会就是我吧？你还挺聪明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王 Sir， 这个玩笑开大了，我哪有这本事？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之所以选你，也是我们队长深思熟虑过的，只有你最合适。为什么？县城那么多人，怎么偏偏选择了我？第一，你坐过牢，又还年轻，这个身份容易让他放松警惕。第二，我们研究过你，你的脑子不错，又很会交朋友，天生就适合混社会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红卫军也正在找你，有事找你帮忙，你正好能救脱下驴，趁机打入他的身边。王 Sir， 你放过我吧，我好不容易出来，就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老百姓。我们研究过你，知道你一定会做我们的线人，如果改主意了，随时打我电话。说完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感觉今天来的都不是好东西。金凯，就在这时，门口又传来一道怯生生的声音，还是个女人的声音。我爸曾经是号令江湖的大哥，没想到一次意外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家每天都有仇家上门骚扰，从此变得鸡犬不宁。就在一天中午，一个9岁老头试图调戏我爸，我上去一刀将他的烧火棍斩于马下，不料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身亡，我也被判正当防卫而入狱3年。你是？金凯，我都不认识了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姜妍。姜妍也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和我曾彤彤都是一个班的，没想到女大十八变，现在竟然这么好看了。不错，还记得我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彤彤中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在这洗车，当时我在上班，来不了，这不下班了吗？所以过来看看。所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闻言，阿发又要抱着灭火器冲了出来，再次被我拦住。你干什么？快放下，人家是我同学。这个是嫂子吧？扫你个头，干你的活吧。我笑骂了一句，但心里还是暖暖的。工作一天的疲惫仿佛都消弭于无形了。眼看姜妍脸红似苹果，我赶忙打圆场。到饭点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行啊，要不还是我请你吧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曾彤彤怎么跟你说的，但我真没他形容的那么惨。我是伯父，但也不算很穷，请你吃饭的钱还是有的。那就好。凯哥再见，嫂子再见，晚上别回来了，我会反锁门的。不用理他，那就是个神经病。我则故作镇定，实则心里乐开了花，感觉阿发关键时刻还是挺有用的。到了美食城，我们俩刚下车，姜妍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看了一眼，露出些不自然的表情。我知道是曾彤彤打来的，你接吧，我俩怎样和你没有关系。姜妍嗯了一声，这才到旁边接起了电话。金凯，彤彤约我吃饭，说有事情找我，要不咱们改天。我也没说什么，点了点头。我俩互相留了电话号码，约定明天再联系后，他便拦了辆出租车走了。以为是个美好的约会，最后却是这个凄凉的结果。这会儿再返回去，不得被阿发笑话死，老板的尊严也算彻底没了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的身子突然一个激灵，想起曾彤彤之前和魏亮的聊天，他们晚上邀约一个闺蜜吃饭，打算拉人家去做陪酒小姐。该死，难道曾彤彤约的就是姜妍？我二话不说，立刻摸出手机给姜妍打电话，结果话筒里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。难道已经被掳走了？冷汗逐渐从我额头进出。我和姜妍的关系其实一般，即便今天相处融洽，也到不了赴汤蹈火的地步。但我也不可能袖手旁观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开始回忆和姜妍分开时的场景。踏上出租车时，和司机说去什么牛蛙店。对，亮亮牛蛙店。我立刻打了辆出租车，前往姜妍的所在地，希望一切都来得及。金哥，我下午去过老槐树街了，那小子没在家，叫金凯的也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瞅不着啊。亮哥，待会儿那娘们要是不愿意，我和彤彤就把她骗出来，你们直接动手就行。好。两人答应后，便退到旁边那辆宝马车旁，伺机而动。
果然是要强迫。曾彤彤啊，曾彤彤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。与此同时，我却也犯了难，他们里外都有人，想救姜妍恐怕不太容易。报警，现在什么都没发生，怎么报？而且魏亮是红卫军的人，报警恐怕也没有用。我稍一思索，就给阿发打了个电话，接着躲在牛蛙店附近的巷子里等着。不一会儿，阿发就赶来了，一身牛仔裤加大头皮鞋，看着像个荒野大镖客。阿发，我叫了一声，阿发迅速来到我的身前。拿着。阿发伸出手来，递给我一个五颜六色的纸盒子。我一脸迷茫，什么东西？伞套啊！你叫我来，不就是送伞套的吗？你说你出来约会，自己也不知道准备，关键时刻还得让我出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一巴掌将他手里的纸盒子打掉，迅速给他讲了一下现在的情况。姜妍必须要救，但是他们人多，要先引开。我不想和魏亮硬碰硬，我不怕他，但有点出他背后的红卫军，所以我打算智取，让阿发假扮街道工作人员，先把宝马车旁边的2个马杆引开再说。只剩魏亮的话，带走姜妍就轻松了。不就是引开那俩人吗？太简单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阿发丢下一句话，风一般冲出小巷。这太不受控制了，我真有点后悔叫他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那俩马杆正倚着车身商量着怎么动手，时不时望望饭店里的动静。一个荒野大镖客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，2人都有些懵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啊！阿发骂了一句，突然狠狠一耳光甩在其中一个马杆脸上，然后转身就跑。我操！被抽了一巴掌的马杆像疯狗一样迈步就往前追，另外一个马杆也紧随其后。刚刚奔出小巷的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也行啊？3人一路追逐，转眼距离饭店已经几十米远。如果阿发就这么逃走，也算完成任务，但他偏偏被追上了。3人在马路上扭打成了一团，嘶吼声、叫骂声响彻附近整个街区。很快，魏亮、姜妍、曾彤彤听到动静也奔出来。他们的怎么回事？魏亮骂了一声，我赶紧跟了上去助阵，而阿发撞得像个小牛犊子，被3人围着打也不落下风。虽然我觉得阿发太冲动，但事情已经成这样了，我也不能浪费机会，赶紧朝着姜妍奔了过去。金凯，你怎么在这？看到我突然现身，姜妍一脸诧异，曾彤彤也露出惊讶的眼神。没时间解释了，快跟我走。金凯，你要干嘛？不许带走姜妍。面对这一幕，姜妍有些不知所措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吓我。先走，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。姜妍有些犹豫，不忍地看了一眼还没爬起来的曾彤彤，但还是拗不过我的强拉硬拽，很快被我拖到了旁边的小巷里。你先从这里走。我快速说着之前发生的一些事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讲清楚整个过程。天呐，怪不得彤彤刚才一直跟我说陪酒小姐赚得多，做得好了一晚上就上千之类的，我还以为她是闲聊天，没想到。姜妍面色发白，有些后怕起来。你先走，以后别再和她来往，那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子。那你呢？我得去救我兄弟。我丢下一句话，便从巷子里奔出，朝着阿发的方向奔去。金凯，我和你没完！曾彤彤从地上爬起来，又朝我冲过来，披头散发，宛若厉鬼。滚！我又骂了一句，再次一脚将他踢飞。阿发面对魏亮等3人的围攻，虽然不落下风，但自身也挺狼狈，浑身脏兮兮的，不知道在地上滚了几个来回。也就魏亮有点战斗力，身手还算灵活，即便如此，他也没在阿发手上讨到好处。小子，今天我一定要废了你！小子，那娘们跟你什么关系？值得你这么拼命？少这么废话，要动手就赶紧的。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今天就嘎了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心的险啊！魏亮急了，猛地掏出一柄白鱼，在阿发胳膊上狠狠划了一下。阿发低头一看自己胳膊上的液体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靠！魏亮双眼呆滞，缓缓倒在了血泊中。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我也傻了，站在距离他们10几米外的地方，目瞪口呆。闪烁着霓虹灯的警车疾驰而来，看到这幕，我的脑子嗡一声响，不由得想到3年前的自己。当我刚准备奔过去，阿发握着白鱼冲我使了个眼神，让我赶紧离开。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。阿发将白鱼一丢，几个巡警顿时一哄而上，将他按倒在地。而我犹豫了下，转身就朝巷子奔去。我一边祈祷魏亮千万别死，一边扎进黑暗的小巷中。与此同时，旁边又闪出一个人，来人正是姜妍。快跟我走，先去我家。姜妍将我领到他家，是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。把我安置好后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先在这等等，我去打听一下情况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立刻拿出手机给王伟打了个电话。王 Sir， 帮我打听个案子。电话接通以后，我便快速把之前的事讲了一下。行，我问问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王伟身在宫门，还是市局的刑警，打听县城里的消息轻轻松松，不一会儿就把电话回了过来。那个魏亮被送进医院抢救了，阿发在审讯室，但没提你，一个人担下来了，甚至没说在你那里工作，只说自己是个无业游民，闲着无聊才撩拨那2个青年的。阿发的表现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他这人虽然脾气暴躁，遇事也一根筋，但对我没得说，真把我当哥哥。他们想强迫我朋友去陪酒，我俩才动手的。证据呢？凭你的一面之词吗？那些家伙都是老油条，肯定会矢口否认的。闻言，我沉默了一下。是对方先掏的刀子，阿发属于正当防卫，只能往这上面靠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是他先动的手，现在就祈祷那个魏亮不死，能让他少判几年吧。
听到这话，我心如刀绞。阿发出身农村，家里还有老娘和妹妹，如果他进去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里人。王 Sir， 你帮忙吧，要能救出阿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尽力吧，但我只是个小刑警，你也别对我抱太大期望。挂了电话以后，我仍心急如焚，知道王伟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，忍不住拿出手机来翻着通讯录，在其中一个叫老龟的名字上停留了很久。这是我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如果找他，事情或许有缓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我肯定不会把电话打到他的头上。最终，我还是放弃了。先等等看情况再说，如果确实没有回旋的余地，比如魏亮确实死了，或者阿发确实要判，再请老龟试试不迟。大概1个多小时后，姜岩也回来了，打听到了一些情况，但和王伟的差不多，并没有太新的消息。需要我出面作证吗？不用了，因为曾彤彤只跟他说了好多陪酒小姐赚大钱的故事，并没有说让他也去。还没来得及提，意外就发生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托了个朋友帮忙问着，先等等看吧。闻言，姜岩只能答应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姜岩家睡下了。大概到6点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我立刻睁开眼，看到是王伟打来的。王 Sir，跟你说下最新情况，魏亮的命保住了，但也伤得不轻，因为确实是阿发先动的手，所以算不上是正当防卫，就是互殴。更何况在你们县，红卫军的路子很广，摆弄一个阿发实在太容易了。现在要想轻判，唯一能走的路就是积极赔偿，争取获得对方谅解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至少准备30万吧。30万，这笔钱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得想办法，毕竟阿发是为了帮我才出的意外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王 Sir。挂断电话后，姜岩听到我在打电话，也连忙从卧室里奔了出来。他只穿了一件睡衣，春光若隐若现。于是我就把和王伟对话的内容大致给他讲了一遍。我有5万积蓄，再找朋友借，差不多能凑10万。而我刚开店没多久，之前还帮阿发处理过几起打架事件，现在手里只有2-3万块，缺口还是相当的大的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别说话，你先去房间，我去看看。妍妍，是我，快开门！这大清早的，有什么事吗？他竟然还敢找上门来。金凯在你家吗？竟是来找我的。姜岩的脸色瞬间变了，而我示意他别作声，悄悄走到门口。而在曾彤彤的身后还站着2个青年，就是昨晚跟着魏亮的2个马仔。魏亮还在医院躺着，他就迫不及待来报仇了。妍妍，金凯到底在不在？不在。行，那你打开门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昨天他把我打成那样，你是没看见吗？妍妍，咱俩关系好，还是你俩关系好？你怎么站在他那边了？曾彤彤，你还真有脸说这样的话？我把你当朋友，你怎么对我的？你居然要骗我去当陪酒小姐！闻言，曾彤彤很明显的愣了一下。谁跟你说的？我去撕烂他的嘴，哪有这样的事？你还真是交友不慎啊！而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直接回怼道：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可真对得起你那张大脸。昨天在洗车店，我听到你和魏亮的对话，你俩说了 KTV 的生意不是很好，要找几个陪酒小姐，然后就瞄上了姜岩，还说不从就要强迫。听到我的声音，曾彤彤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了，但她还一脸的强硬。胡说八道，我就问问，又没其他意思。妍妍要是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强迫。妍妍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咱俩都多少年的关系了？你少扯淡！问问你身后那俩，昨晚是不是准备强行掳走姜岩？闻言，曾彤彤竟真的回过头去问起了身后的2个人，2人也没撒谎，直接就承认了，还说是魏亮让他们这么干的。曾彤彤一听就急眼了，魏亮怎么能这样？根本就没经过他的同意。妍妍，我真不知道这事，我要知道的话，肯定不能让魏亮这么干。哼！很显然，姜岩已经不信他了，姐妹关系已经在这一天宣布了破裂。曾彤彤，你走吧，就当我以前认识了一条狗，我们俩到此为止了。妍妍，我这些年是变了很多，但是对你从来没有变过。我知道你不信我了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在我最艰难的那段时间，是你陪着我的。脚步声响起，显然曾彤彤带着那2个人走了。你可千万不要信她，这个女人最擅长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不说她了，我准备去上班了，顺便跟同事借点钱，晚上之前应该能凑够10万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想到了救阿发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家门口不是装了摄像头吗？你快看看能不能把刚才曾彤彤现身的视频导出来。闻言，姜岩便打开手机，连上了摄像头，将刚才的视频导了出来。多亏了现代科技，画质声音都很清楚。从曾彤彤和那2个马仔现身开始，一直到他们离开，都完整的记录下来。你是要用这个视频证明他们昨晚确实准备帮我？这一来，你和阿发就是见义勇为了。就是这样，本来这事还无从考证，就算如实跟警察说，他们也不会承认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这个视频，看他们还怎么抵赖。接着，我先把视频备份后便给王伟发了过去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现在该是翻盘的时候了。证物证俱在，现在该是翻盘的时候了。有了王伟的暗中帮忙，我们先见了阿发一面，让他翻掉之前的供词，照实讲述昨晚的事。接着，我们又把视频提供给了警方，警察自然又传唤了曾彤彤和那2个马仔青年。几人一开始还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警方一放视频，他们就傻眼了。再加上几个警察的突击审问，他们很快兵败如山倒，竹筒倒豆子一般全交代了。流程走完，当天下午，阿发就被放了出来。
我和江岩亲自去领路。哥，嫂子，真是谢谢你们。别瞎说，谁是你嫂子啦？江岩的脸红似苹果，眉梢眼角却有掩不住的笑意。我也喜不自禁，不光是因为阿发被放出来了，还因为这小子的嘴甜。我跟江岩确实很有机会继续发展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曾彤彤被警察押送了过来，看到我们之后，却又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金凯、江源，真有你们的，但是不要忘了，魏亮是军哥的人，看军哥怎么收拾你们就完了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和江岩均是心里一沉。哪门子的军哥？你让他来找我，看我怎么打完他的菊花。你知道军哥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是谁，都有菊花。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啊。阿发不懂，但是我懂。红卫军绝对是我们县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，这回弄了魏亮和曾彤彤，报复恐怕很快就来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！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嘎吱一声停在我们身前，6、7个手持棍棒的汉子杀气腾腾地冲了下来。我知道报复会来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我猛地推了一把江岩，将他推出人群之外。很快我便倒地不起，而阿发也被两人架了起来，往面包车走去。与此同时，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响起，一群警察冲了过来，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。我立刻大喊道：“阿发被红卫军的人抓走了，是辆银灰色的面包车。”听到红卫军这个名字，这些警察的面色也微微一凛，没有做任何回复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是王伟打来的。你不要指望他们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意识到他话里有话，不动声色地走到一边。什么意思啊？之前跟你说了，红卫军在你们县能量不小，很多人在背地里护着他，这也是我们行动遇到阻塞，想让你当县人的原因。如果是他抓的阿发，那就别指望能把人追回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红卫军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魏亮被人捅了好几刀，阿发不仅没有赔钱，还安然无恙的出来了。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？肯定要变本加厉的捅回来。现在要么等一个半死不活的阿发回来，要么什么？要么去做县人。他不是有事找你帮忙吗？借着这个机会寻上门去，又能救出阿发，又能混到他的身边。我不做县人，我的人我自己救。我咬了咬牙，便挂掉了电话。你打算怎么救？找我一个朋友。此刻的我已经气得浑身都在哆嗦，恨不得把红卫军大卸8块。真的，如果他在这里，我肯定跟他拼命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必须冷静，要先救出阿发。你要去找吴凡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否认。吴凡是我上学那会儿最好的朋友，这小子长得帅，鬼点子多，战斗力也不俗，而我擅长出谋划策，上学那会儿绝对是远近闻名的小霸王。你俩都挺强的，但那可是红卫军啊。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江岩，你先去上班，不用管这事了。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了。到了吴凡家门口，我就给他打去电话，但是他没有接，我只好翻墙进去，站在院子里喊了起来：“吴凡，吴凡！”不就欠你点钱吗？至于这么咬着不放，还翻墙跳到我家？是我。看到我的刹那，吴凡一脸惊诧：“金凯，几年不见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”我微笑着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，心中倍感亲切，无数往事涌上心头。而吴凡的脸先从惊诧转为惊喜，接着又转为震怒。特么的，你这些年去哪了？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小子？吴凡一边骂着，但声音却渐渐的哽咽起来。我刚出来的时候是联系了几个同学，但没有联系他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。兄弟，对不住，遇到点事没法和你们说。有什么天大的事是不能说的？我找你还真的有事，我们得去对付红卫军。特么的，你怎么不说你要去对付萨达姆？吴凡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撇着嘴骂了一句，而我却面色凝重。是真的，真要对付红卫军。吴凡反复确认，终于肯定我没有开玩笑。走吧，那就干。你不怕他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怕过水。少废话，赶紧走！天王老子，我也捅他个窟窿出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才把之前的事讲了一下。吴凡听得咬牙切齿，痛骂曾彤彤不是东西。红卫军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但有个人知道。来到外科楼层，吴凡直奔护士站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你好，请问一下，魏亮在哪个病房？”吴凡那张脸确实极具欺骗性，再加上充满磁性的声音，护士的脸刷一下红了，瞬间破防。512病房。我靠，牛逼！你是谁？他妈的想干什么？红卫军在哪里？魏亮稳如老狗，丝毫不慌，但眼神中稍显疑惑，似乎觉得我挺面熟，在哪见过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没时间和你废话，再不赶紧说，看你小子的血能喷多高就完了。兄弟，别冲动，这个点他在糖果 KTV 的888套房打麻将。魏亮终于被吓到了，一脸的慌乱。要不咱们直接把这小子给绑了，用他换阿发。绑人是违法的，我只想把人救出来，不想把事闹大。正因为坐过牢，才知道那地方的恐怖，这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去了。但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阿发现在怎么样了？
送到我们大哥那里去了，暂时没事，要等我出了院再亲自执行家法。兄弟，你手轻点，千万别化身了，为了这么点事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闻言，我这才把玻璃片收了回来。魏亮面色复杂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狠，更没想到我在医院就敢做出这样的事。得罪我，绝对是你们一生中最不该做的事情。我冷笑着，将白鱼装进口袋，随即又抬起砂锅大的拳头，朝他狗头狠狠砸了下去。咣咣几声过后，他就昏迷不醒了。肯定不能让魏亮醒着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找红卫军，不能让他把消息传出去。可以啊，金凯，几年不见，越来越狠了。刚才给我吓一跳，以为你要嘎了他呢。你小子的眼神就跟敢嘎人似的。嘎人？你别说，我还真的嘎过。魏亮估计也是被我的动作和眼神所摄，才出卖了大哥。自始至终，我也并没解释什么。我着急救出阿发，一刻都不能等。大街上，一辆皮卡一路飞驰，喷出一股股黑烟。别看吴凡的车破，车技响当当的，很快就到了糖果 KTV。糖果 KTV 是红卫军旗下的产业，也是我们县最大的娱乐场所之一。一入夜就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的。兄弟，怕吗？怕，我从小到大就不知道怕。那干他，干他！我爸曾经是号令江湖的大哥，没想到一次意外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在一天中午，一个9岁老头试图调戏我，我上去一刀将他的烧火棍斩于马下，不料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身亡。我也被判正当防卫而入狱3年。3年刑满释放，好兄弟为了帮我被人绑走，我找到儿时同学，闯进虎穴救兄弟。别以为你是大哥就能随便在我头上拉响，老子今天肯定让你好看。我在心底里怒骂着，咣当一声，并不结实的木门被一脚踹开，里面的场景却让我们大吃一惊。没有红卫军，没有打麻将的人，也没有阿发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阿发呢？与此同时，走廊两边突然响起杂七杂八的脚步声，看似安静无人的包间里突然冲出10多个汉子来，个个高大威武，手持棍棒。彤彤啊，以前都一个班的，闹成这样干嘛？快把人撤了吧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吴凡，别来这套，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跟我玩什么聊斋？军哥早就看明白你的计划了，特意叫我在这等着。红卫军安排的，我就说嘛，曾彤彤怎么可能有这个脑子？都给我上，弄他！曾彤彤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，指着我大喊道：“这口气他已经憋很久了，就为了等这一刻。怎么不上？上啊！”曾彤彤，你行不行了？谁让你指挥我的人了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就在这时，一个五短身材、面容狠厉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军哥，阿发就在这，有本事就过来救。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挟持红卫军，局势就能扭转。你干什么？我打不过他们，难道还打不过你？本来看着同学关系不想对你动手，但你这么不要脸，我也不给你脸了。好家伙，不光长得像洪金宝，身手也像洪金宝，不愧是我们县的一座大山，怪不得这么多年都屹立不倒。你还挺能打呀，还敢冲过来，但你有这东西能打吗？每人剁一只手，丢出去。军哥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是被他强拉来的，你砍他的就行，不用砍我的了。哈哈哈，那这样吧，你把他手剁了，这事就跟你没关系了。我来。吴凡一脸愕然，而红卫军却是满脸笑意，颇有一种猫戏老鼠的感觉。对，给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无耻！你要下得去手，我也算你是个牲口，马上就放你走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吴凡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捡起地上的斧头，转头看向了我。吴凡，你别冲动。我让他别冲动，不是怕他对我动手，实际上他只会对付红卫军。都这时候了，我不冲动行吗？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不要动他，冲我来就行了。红卫军，军哥，我求你了，是我的错，你放过他吧。我歇斯底里地吼着，眼睛一片通红，一颗心也焦灼万分，剁下去就真的全完了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捅死老夫的时候我没哭，判了3年我也没哭，唯独这时候我哭了。哈哈哈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不打算承认吗？承认什么？军哥让你承认什么？你倒是赶紧说啊！你是偷了他钱，还是偷了他老婆？赶紧招了，别连累我啊！而在这一瞬间，我突然福至心灵，想到红卫军让我承认什么了。我是金凯，我就是砍到老夫的那个金凯。闻言，所有人都诧异地朝我看来。金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什么事也敢往自己身上安？你还嘎了老妇，你有那本事吗？哈哈哈，你终于承认了。为了逼我承认，军哥真是煞费苦心。跟我来吧，咱们聊一聊。闻言，曾彤彤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吴凡也呆愣在了原地，显然非常惊讶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冲曾彤彤笑了一下，接着迈步走进包间。最近一直在找你，奈何叫金凯的太多，接连找了几个都不是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我的目光向下移动，挪到阿发身上。阿发跪在红卫军旁边，浑身伤痕累累，不管他想让我干什么，我都必须应承下来，否则我们一个都走不了。你得先跟了我，我才能说什么事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不要这么急着答应。你应该能想到，我让你做的事不会是一般的事。这样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以后再来找我，到时候说出你的答案。那我的朋友呢？哈哈哈，肯定是跟你一起走了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老东西没安好心，绝不可能轻轻松松就放我走。但我不可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好，那我回去考虑一下，3天以后再来这里回复。最终我们几个平安地走出了糖果 KTV， 看着门外明亮的天空，我还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仿佛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。金凯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先去医院，阿发伤得不轻。我俩在科室外等待的时候，我就和吴凡讲了一下之前的事。怪不得你小子突然就失踪了，大家还纳闷你去哪了，原来还有这种经历。兄弟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然后呢？红卫军和你谈了什么？他想让我跟他。哇靠，可以啊，金凯，你是来运转了，那可是红卫军啊，手底下那么多产业，跟了他绝对吃香的喝辣的。吴凡现在过得不好，很渴望有个往上爬的机会，所以很支持我跟红卫军。我还没有答应，说回去考虑下。这还考虑什么？整个乡县的年轻人，谁不想跟着红卫军混饭吃？杆子都递给你了，赶紧爬上去的了呗，让我也跟着鸡犬升天。金凯，这是姜妍，我的天，怎么长这么好看了？以前真没发现你有这个潜力，是我眼拙了。来来来，咱俩好好亲近一下，商量一下未来的终身大事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彤彤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来医院了。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该说的都说了，但是我不在乎。金凯，咱们同学那么多年，我比别人更了解你，就算你搭过人，也一定是出于无奈，更何况那么快就出来了，所以我愿意听你解释。看着姜妍那张娇俏的脸以及善解人意的大眼睛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世上最锋利的刀是女人的温柔。就在这时，阿发也出来了。人都齐了，危难也暂时度过，我提议一起去吃个饭。在接下来的2天里，但我不知怎么回事，始终心慌慌的，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盯着我。我知道都是红卫军的人，我、阿发、吴凡，甚至还有姜妍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在乡县，他就是王。我一咬牙，直接给王伟打去了电话。你得帮我。我用最快的时间把这几天的事讲了一下。逃避根本不是办法，只有干掉红卫军，才能真正的获得自由。否则的话，你们将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金凯，跟我们合作吧，一起将他绳之以法。王伟说的没错，我们根本就走不了。我们的家在这里，根在这里，又能逃到什么地方？从这天起，我成为了一名线人，一名游走于黑白之间的线人。2天以后，我来到了糖果 KTV。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说吧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嘎一个人。在和王伟讨论我作为线人的工作时，在此期间所犯下的任何罪行，将来都有王伟为我担保。如果真办了这件事，王伟再怎么帮我担保，也不可能躲避法律的追责。对不起，军哥，我办不到。先别着急拒绝，知道胡文翰吗？知道。胡文翰是我们县另外一位大哥级别的人物，手底下同样有着不少产业和一票穷凶极恶的兄弟，实力和红卫军绝对称得上是不相上下。我想让你做掉胡文翰。在权势滔天的地下皇帝逼迫下，我最终成为了警方的线人，从此游走在黑白2道之间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。在乡县，胡文翰处处和我作对，我开洗煤厂，他也开洗煤厂；我开 KTV， 他也开 KTV。我是真的想嘎了他，可这是个和谐社会，又怎能随便嘎人？我匪夷所思地看着他，实在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。说要嘎人的是他，说不能嘎人的还是他。这家伙是不是精神分裂啊？听不懂吗？我本来就不准备嘎人，但我要让胡文翰相信我敢嘎人，让他整日活得紧张、焦虑、小心、提防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直到跟我求和，退出和我的竞争。所以你找我来，想用我来吓唬胡文翰？你嘎了老夫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但流氓圈子还是有所耳闻的。昨天你又带着人杀到这里，虽然最后落败，但也足以证明你有血性、有魄力。事情在整个乡县都传开了，我不计前嫌收你做门徒，就是要用你这把刀去嘎胡文翰。你说他知道这件事后，还吃得下、睡得着吗？所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安安心心的在你身边做门徒，等着胡文翰自乱阵脚，退出竞争就行。可是我有这么大的威慑力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造势，让大家都相信你有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件事会很快传遍大街小巷。这一行本来就是靠名气吃饭，名气够大够响，坐在家里也有人给你送钱，不然那些生瓜蛋子干嘛总想挑战大哥？胡文翰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哥，在红卫军嘴里仿佛不值一提，不用真的杀人，还能潜伏到红卫军身边。对我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。可以，哈哈哈。那行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晚上再来糖果 KTV 吧。我先给你安排点活干。对了，咱俩说的事情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，以防消息传到胡文翰耳朵里，你明白吧？放心吧。离开糖果 KTV， 回到自己的洗车店。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忙一段时间，就让阿发把他表弟带过来店里帮忙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咱这店的经理了，大事小事都交给你处理，遇事多思考，别冲动，尤其别跟客人吵架。就在这时，阿发的表弟阿才正好走了进来。表哥，我来了。没规矩，不知道职场无父子吗？叫我发经理，职场如战场，不是咱们那个屯子，来到城里就要懂城里的规矩。是发经理。
晚上8点，我来到了糖果 KTV， 曾彤彤看到我便笑眯眯的迎了过来，仿佛之前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，一脸的恭维。金凯，军哥找你什么事呀？关你屁事。曾彤彤也是做了好多心理建设才过来求和的，结果我是这个态度，他也来了脾气。金凯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别忘了我男朋友是魏亮，你在他面前屁都不是，不要以为有军哥跟你撑腰，你就能为所欲为，看把你嘚瑟的。靠！声音清脆响亮，引得很多人都朝这边看来，熙熙攘攘的大厅里瞬间安静下来。曾彤彤呆呆地看着我，脸上多了几道指印。哼，我正缺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，你就撞我枪口上来了，不拿你开刀，拿谁开刀？魏亮，你让他来试试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脚。当着他这么多下属和同事的面，曾彤彤大概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整个人就跟疯了一样，嗷呜一声朝我扑了过来，我又一脚将他踢飞出去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金凯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魏亮打电话。嚷嚷什么？就在这时，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，来人正是红卫军，膀大腰圆，走路慢悠悠的，身后还跟着几个小弟，看着相当威武霸气。是红卫军，军哥来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一众人纷纷议论着，曾彤彤还哭哭啼啼的，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指望红卫军为他出头。怎么回事？这小贱人说要叫魏亮收拾我，我没忍住，就顺便给了他2个大逼兜。你才刚来，不要搞这些事，让外人看了笑话。军哥，是他。行了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就宣布一件事情：魏亮还在医院，经理一职暂时由金凯担任。闻言，人群里起了一阵窃窃私语，很多人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一个生面孔怎么突然就把魏亮给取代了。而我早知道这个结果，所以并不觉得意外。曾彤彤则脸色惨白，似乎很是不服，但又不敢说什么。在这里，红卫军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大家多多配合金经理的工作。从这天起，红卫军给我配了100万豪车，月薪2万加提成，我也拥有的独立办公室。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，翻看起桌上的文件来，都是些正常的报表。看了一会儿，也没发现什么值得玩味的罪证，就顺手拉开抽屉，随手拎了一件蕾丝的物体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。金总，308的客人闹事。咦，你拿我内裤干什么？曾彤彤瞬间急了眼，一个箭步奔过来，顺手把我手里的东西抢了过去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那还真是一条内裤，还带着蕾丝边边。而在抽屉里面，甚至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。特么的，你玩的还挺花呀！可以想象，在这样一间平平无奇的办公室里，发生过多少次汗流浃背和炮火连天的战斗。谁让你乱动我东西的？308的客人闹事，怎么回事？客人嫌弃咱们的货数量太少，嚷嚷着要退钱。这么大的 KTV， 特么的就是这种货色，到底能不能干？不能干就给我滚！哎呀，大哥，你消消气，我们再找一批过来。别跟我来这套，老子玩的不爽，退钱！还吵是不？一番较量下来，汉子终于意识到我不是个好惹的角色，连忙说道：“哥哥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”从此以后，糖果 KTV 就被我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再也没有人敢来闹事。金凯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拿去收藏吧，但是别让魏亮知道了，这是咱俩的秘密。曾彤彤低声说着，将那条黑色蕾丝物体悄悄往我口袋里塞。神经病吧你！你别不承认了，你就是喜欢我。你来糖果 KTV 工作，也是为了更好的接近我。我现在是魏亮的女朋友，但我也不把话说死。等你混出个样来了，我可以跟你好。我记得我都扇过你好几个耳光了，你哪来的自信？麻烦你不要再自作多情，撒泡尿吵吵，看看自己配吗？你。在权势滔天的地下皇帝逼迫下，我最终成为了警方的线人，从此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。你对红卫军这个人有什么看法？一个字，贼。做事简直滴水不漏，想抓住他犯罪的证据简直难如登天。就因为难，所以才让你出马的。继续盯着吧，是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。红卫军到底涉嫌什么罪？能不能给我个方向啊？我现在就跟没头苍蝇似的。杀人。死者叫刘福生，前不久在市里的一个垃圾站发现尸体，浑身上下都被肢解了。我们怀疑是红卫军杀的，但找不到半点证据，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。红卫军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办完这件案子，我不能承诺多少奖金，但你会让一个杀人恶魔落入法网，会让一个冤屈的灵魂在天堂安息。王伟跟我说的东西确实对我冲击很大，我也杀过人，但那是无意中的行为，红卫军却是有意为之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、血腥、暴力。说真的，我有点后悔踏上这条贼船了。谁知道王伟让我盯的是一桩这么恐怖的案子。红卫军让我去看魏亮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病房内，魏亮仍旧躺在床上，阿发下手确实挺狠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下不了床。军哥让我暂代你的职位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你也不用担心，军哥说了，等你回来再给我安排其他事。我没担心，我为军哥做了那么多事，他还不至于因为你就抛弃我。还有，我劝你不要太狂。曾经有个叫刘福生的，也自以为很了不起，最后的结果却很惨。刘福生，这不就是王伟刚才说的那个死者吗？我的一颗心砰砰直跳，看样子魏亮似乎知道什么，或许从他这里可以找到一点线索。但我假装满脸疑惑地说：刘福生，那是谁？
哈哈哈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他只是暗示一下，就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我也不好再问。军哥让我来看你，所以我就来了。现在任务完成，我就走了。等你好了，要想跟我玩玩，我随时可以奉陪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等等，还有事。既然是军哥的安排，那我肯定要服从了。以前的事就算了吧，咱两个好好处。魏亮咬了咬牙，但神情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狠厉，而是多了几分柔软和气。那就一言为定。金老弟，还请照顾一下彤彤，别针对他。只要他不搞幺蛾子，我也没那么闲。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了。出了医院已经临近中午，我想了想，给江岩打了个电话，约他一起吃饭。我们约到了他公司楼下的一家羊蝎子店。我俩边吃边聊，相谈甚欢。就在这时，江岩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面色有些尴尬起来。曾彤彤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突然风风火火闯进来，左右看了一下，迅速奔到我们这边，一屁股坐在江岩身边。妍妍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魏亮的事我真不知道。好好的一场约会，怎么哪哪都有他，还真是个扫把星。金凯，你怎么也在这？老天，你不会是没追到我，又转过头来追妍妍了吧？江岩，真巧啊，你也在这。我让你拉的业务怎么样了？妍妍，这位是我老板刘福安。但刘福安这个名字突然撞进我脑海，和刘福生的名字好像，难道碰上刘福生的兄弟了？老板，我是设计师，不负责拉业务。闻言，刘福安的脸瞬间沉了下来。现在公司生意不好，全员都在拉业务，你凭什么例外？3天之内还拉不到，你就收拾东西走吧，我这不养闲人。听到这话，江岩眼圈瞬间发红。你以为你谁啊？凭什么让妍妍走人？凭我是他老板。闻言，曾彤彤无话可说。咱不受他这个气，走，不做了，我给你介绍新工作。一说介绍工作，江岩明显想起他拉自己去做陪酒小姐的事了，有些烦躁地说：“哎呀，你别管我。”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，江岩也不怎么稀罕搭理你嘛。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帮他拉个单子，保住他的这份工作。你们拉一个单子能有多少提成？有20%，在整个业内都不算低了。提成不低就行，那就跟我走吧。我把账结了，带着江岩出门，一路来到糖果 KTV 门前。这不是魏亮和彤彤上班的地方吗？来这干嘛？你不会也要拉我做陪酒小姐吧？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吗？糖果 KTV 作为娱乐场所，每年肯定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花在广告宣传上，还要印刷大量传单和优惠券，全部算下来有20-30万的预算了。如果我把这单子签下来，不光提成有好几万，老板都得把我捧成公司里的皇太后，让他叫我奶奶恐怕都不带打个磕的。奶奶就算了吧，你可没这么老，那就签吧。签？谁和我签？我呀。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江岩讲了一下，只说上次跟红卫军扯了一架之后，他还挺看好我。魏亮又住着院，就让我暂时担任经理的职位。所以你还是跟他混饭吃了？算是吧，但你放心，我迟早会抽身出来的。我相信你。刘福安有个哥哥叫刘福生，以前是和红卫军一起做生意的，前段时间莫名其妙死了，能不能帮我打听下是怎么回事？刘福生是被人肢解了的，就算不是红卫军亲手干的，背后也必然有个穷凶极恶的屠夫，查他的事肯定充满风险。所以我又告诫江岩，不要直接去问这事，最好是从侧面打听，甚至可以问问了解刘福安的同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就在江岩刚走一会，手机来了一条短信。这一看，直接让我浑身发毛，不寒而栗。短信来自某个陌生号码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不该掺和的事别掺和，小心死无全尸。有什么我不该掺和的事？不就是刘福生吗？而且死无全尸也正好对应刘福生的死状。有人盯上我了，而且这人还知道我正在干什么。我毫不犹豫，立刻给王伟打了个电话。你们搞什么鬼？我是新人的身份为什么会泄露出去？哦，王伟还有点发懵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我便把短信的事讲了出来。我不干了，当个线人还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值当。反正红卫军不是让我真的杀人，我就在他旁边当个吉祥物，什么都不干也挺好的。你先别着急，你是线人的事，只有我和我队长知道，我俩都不可能泄露出去的。而且真泄露了，红卫军怎么可能放过你？金凯，你还想干嘛？听说你要杀胡文翰，外面都传开了，说军哥收你就是为了借你这把刀杀胡文翰的。和你有关系吗？金凯，富贵险中求，没错，我也希望你能好起来，但最好别用这种方式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打个架都要坐牢，更不用说杀人了。你刚从里面出来，难道还想进去？这话要是他以前说，我还挺感动的，现在只觉得烦。这娘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我已经看腻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给我出去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金凯，你可别后悔！快给我滚！就在曾彤彤刚走一会，就进来2个小年轻，看着也就18、19的模样，一个叫尹晨，一个叫圆圆。我要杀胡文翰的事已经在乡县传开，所以红卫军才给我安排了2个保镖，到外面守着吧，有事会喊你们。好的，大哥。2人转身出去，我的电话便响了起来，是王伟打来的。查到了吗？是谁？是周向阳。周向阳是谁？我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他是胡文翰手下的1号猛将，他起来的是时候，你还在牢里，不知道他正常。所以他给我发短信，是听说我要杀胡文翰，这才来威胁我的。
肯定是这样的。不该掺和的是指不让你插手红卫军和胡文翰的恩怨。所谓死无全尸，只是吓唬你的，跟刘福生没关系，只是恰好扯到一起了。你是线人，这是不可能暴露的，更不可能让胡文翰的人知道。查清楚发短信那人的身份后，我也长长的呼了口气，和刘福生没关系就好。看来是我杯弓蛇影了。但你也小心点，这个周向阳也不是吃素的，蹲过好几次大牢了，是个狠人。呵呵，要论打架，我还真不怕谁。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，直接给周向阳回了个短信。特么的，有能耐就来磕一下。在权势滔天的地下皇帝逼迫下，我最终成为了警方的线人，从此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。各位怎么个意思啊？哼，特么的，你不是要跟我磕一下吗？老子来了，你想怎么磕啊？你是周向阳？哼，爹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吗？叫周岩。靠！上啊，都给我上，给我搂他，往死里搂！谁敢动我哥？与此同时，阿发也冲了过来，周向阳又惨叫一声，液体顺着脑门淌了下来。啊，来磕呀！你咋不吱声啊呢，大杨哥？杨哥，快跑！周向阳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嗖一下装进了面包车。特么的，金凯，给老子等着，这事肯定没完！我说你们两个一个月就挣他妈3000块钱，用得着玩命吗？就是因为才赚3000，所以才玩命啊！不这么拼，以后谁记得我？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大哥？我微微一愣，尹晨这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。很多没学历、没文化、没技能的三无青年，除了一条烂命可以拿出去拼，好像也没其他的办法了。谁不想当个舒舒服服的富二代？谁又愿意整天在刀口上讨生活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还走这条路必死无疑。我要不是当了线人，也不可能跟红卫军。你们几个先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我去找军哥。这事肯定没完，周向阳也说了还会找我，不找红卫军唠唠肯定说不过去。军哥，你到够吗？军哥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军哥。找我什么事？我便把刚才的事讲了讲，接着问他现在怎么办。那还用说，直接报警。我以为红卫军会派一拨人给我报仇，结果却是说报警，让我大吃一惊。这是社会大哥该有的样子吗？哈哈哈，是周向阳先找的你们吧？你们是被迫还手，你们的人还受伤了，报警呗。咱们到局子说，这回要是不抠胡文翰几10万出来，我不姓洪。军哥，那个是我先动的手。那没事，他带着10几个人，个个又拿着武器，怎么着也是咱们战力。这是没20万肯定不算完，到时候咱俩一人一半，分那几个小子几千块钱就够了。发哥，我刚才缴费的时候看到了周向阳，他们就在楼上病房。哼，表哥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上去干他们！啊，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周向阳是成名的大混子，咱们要是把他干了，也算扬名立万了吧？闻言，阿发却一脸的为难。这不好吧？凯哥不让我在外面惹事。别看阿发平时做事鲁莽，但他真听我话。尤其做了洗车店经理以后，思想格局都不一样了，开始用大局观考虑问题了。哎呀，你还知道他是你凯哥啊？你没听那个周向阳说吗？他说这事没完，随后还要找凯哥的。咱们不干了他，凯哥随后就会被他给干了。你别老是干的，听得我菊花疼。阿发皱着眉，一脸的犹豫。发经理，你别废话了，你就说干不干吧。干，你说的没错，咱不干他就得干咱哥。别人怎样我无所谓，咱哥的菊花我必须守护。发哥，要不我给凯哥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怎么说。打什么打？人就在楼上，干就完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咱哥的菊花必须守住。这几个活宝也就圆圆性格稍微稳重一点，眼看劝不了，又被几人一激，圆圆只能加入。整个科室被搞得一团乱，一声声惨叫伴随着咣当咣当响个不停，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，没有一个敢进去拦的，只能站在外面报了警。周向阳，你不是挺狂吗？你不是大哥吗？他妈的，老子今天就废了你！不好了，条子来了，快跑！被抓过一次的阿发很有经验，立刻带着几人跳窗而逃。没事，死不了，我有分寸，顶多就是重伤。花花，这回我肯定扬名了，看乡县以后谁还敢跟我对着干。而阿发终究觉得不妥，还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这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惹了多大的祸。我在接到阿发的电话后，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周向阳伤的绝对不轻，这么一搞，红卫军肯定讹不成钱了。我让阿发等人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怎么又出什么事了？我便把阿发他们的事讲了一遍。红卫军一听，果然来了气。这几个二逼把老子的20万搞没了。什么？就在这时，红卫军又接了个电话，面色凝重的听了一阵后，放下手机对我说道：“麻烦了，周向阳死了。”
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尹晨这王八蛋扎着他腿上的大动脉了，医院一时没救过来，这下完了。我的脑子顿时一片混乱，知道尹晨这把彻底完了。就算不是故意杀人，行为如此恶劣，至少判个无期。他们几个躲到哪了？圆圆在桃源村有个老房子，暂时躲到那边去了。说完，我很紧张地看着红卫军，我知道他在乡县很有能量，说不定能摆平这事。红卫军来回踱了2步，显然正在思索什么，便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胡文翰，尹晨躲到桃源村了。那就这样。军哥，你这是？人命关天，我保不了他，警察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既然是圆圆家的老房子，肯定没多久就查到了，他们绝对跑不了的。那让他自首啊，还能少判几年。告诉胡文翰干什么？外面都知道他是我的人，他被抓后作为大哥，我就得出钱捞他。如果是你或者魏亮，出就出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但他是个什么东西？3000块钱一抓一大把的小弟，只当我花那么多钱捞吗？如果不捞，别人肯定说我不够意思，我还怎么在乡县继续混下去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红卫军，想不通他怎么能把如此厚颜无耻的话说得这么自然顺溜。我第一时间表示反对，不能这么做。我当场拿出手机就要给阿发打电话，可惜电话那边传来关机的提示音。我知道阿发是不想被警察定位，所以才关了机。这下死心了吧？你救不了他们。而我不发一言，转身就往门口走去。特么的，你现在去也迟了，胡文翰的人肯定在路上了。我没有理会他，仍旧走了出去。路上，我给吴凡打了个电话，大致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让他开车去桃源村通知阿发等人撤离。如果胡文翰的人到了，就看情况而定，等我过去再做决定。特么的，还以为你找我是要带我一起赚钱了，结果又给我安排这种糟烂活儿。上次红卫军，这次胡文翰，竟得罪这些大哥，真不怕死啊！兄弟，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放屁！你的事情，老子哪次没有去过？就这样吧，待会儿桃源村见。你们今天谁都走不了。桃源村，2辆面包车急速飞驰着，带头大哥正是齐俊，这个名字我可太熟了，也是我们县的一个大混子。原来齐俊现在跟了胡文翰。那可不，胡文翰有钱嘛，甭管什么大混子，到最后也得给资本家跑腿。我看到他们往那边走了，待会儿怎么弄啊？说说计划。你靠边吧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2辆面包车，最少20多人，其实有没有吴凡都一样。这家伙见到这种阵仗绝对会跑。怎么个意思？叫我过来就是探探情报，还真把我当弱鸡？不然呢？你还能冲锋陷阵啊？你要是没计划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，我还真认识个朋友，找他帮忙，或许事情有缓。与此同时，圆圆家附近围着20多人，高矮瘦弱各不相同，手里还都拎着白鱼，一脸的凶神恶煞。怎么样，商量好了没有啊？乖乖出来投降得了，我都快30了，真不想动手了。特么的，周向阳不会真的嘎了吧？哼，你少唬我，周向阳真死了。唬你这个干嘛？死透透的，这会儿就在太平间躺着呢。你觉得你能逃得了吗？跟我回去吧，我也不为难其他人了。你少扯淡，有什么话跟我大哥去谈。你大哥红卫军嘛，你们还真是天真。你们的位置知道是谁透露给我们的吗？是谁？你们逃到这里有谁知道？就不纳闷我们为啥这么快就来了吗？在红卫军看来，你们被警察抓，他还得花钱捞；被我们抓，直接就弄死了，反而省了他一大笔钱。虽然他是通过第三方传的消息，但用脑子一想就知道是谁了。听到这话，尹晨便来了气。他知道红卫军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在他们的心里，红卫军就是神，绝对不会出卖兄弟。哼，他妈的你放屁！军哥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他说我跟着他，将来肯定出人头地。只要我不负他，他也不会负我。你可真特么的幼稚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红卫军那种人，连自己一起创业的兄弟都能出卖，跟你个毛都没整齐的玩意儿玩什么负不负的？随便哄你2句还真信了。就一句话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闻言，尹晨便掏出手机给红卫军打去电话，可想而知，根本就打不通。红卫军根本不接他的电话。这怎么可能？军哥不接电话，难道我们真的被他出卖了？好好跟你说话是不是不行？逼我动手是吧？齐俊虽然已经稳重许多，但骨子里还是充满戾气，当即摆了摆手，就要让人往前面冲。战斗眼看就要一触即发。军哥。谁啊？我仍保持微笑，假装和齐俊很熟的样子，让他放松警惕，3两步窜了过去，一手抓住他的肩膀，一手拔出白鱼，直接架在他脖子上。我是金凯。听到我声音，尹晨、阿发等人也都纷纷冲了出来。凯哥，你来救我了！我就知道军哥不会放弃我的。但他左看右看，只发现我一个人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大部队。我也没答尹晨的话，只冲着齐俊说：“放我兄弟走，行不？”托红卫军造势的福，金凯这个名字这2天真是红的发紫。他们或许不知道我长什么样，但一定知道我这个人。被白鱼架着，齐俊波澜不惊。你就是金凯啊！其他汉子也都纷纷朝我围了过来。
俊哥，别把事闹大了。被20多人围着，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但有齐俊在手，总体还是比较淡定。看到这个场面，尹晨、圆圆、阿发、阿才都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，但吴凡却没有过来。他一向就这样，只做稳赢的买卖，但凡有点风险就不来了。小子，听说你敢嘎人，还要嘎我们汉哥，是不是真的啊？齐俊仍旧面色不改，反而多出一丝笑意。我的白鱼轻轻用力，一抹液体顺着齐俊的脖梗渗出，同时露出极度凶残的眼神。你想试一试啊？当初在医院里，我就靠这招吓到了魏亮，但齐俊明显比魏亮高一个段位，都这样了还是云淡风轻，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。还真想试一试，来，你嘎了我呗，正好我也不想活了。你今天不弄死我，你这几个小兄弟肯定完完。我的眼神凶残，他的眼神却是戏谑和不屑，甚至夹杂着一丝疯狂。不知怎么，我想起老傅来了，当时我拿着白鱼让他松开我妈，他就是这么激我的，让我把他嘎了。我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冲了上去。现在我又有点忍不住了，我受不了这种眼神，受不了这种被人看不起的感觉。特么的，你当真要逼我？我大骂了一声，刚要准备动手，就在这时，四周突然响起乱七八糟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就见来了几辆手扶拖拉机，董卿手里握着一柄雪亮的白鱼，他就是刚才吴凡带我去找的救兵。他还带来了不少人，有10多岁的少年，也有60、70岁的老头，更多还是20出头的年轻人，足有40、50个，手里的家伙事也各不相同。星哥，圆圆兴奋地大喊着，还知道我是你星哥啊？小时候搬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嘎了呢。董卿瞥了他一眼，不冷不热的，又看向四周。谁是齐俊啊？我是，怎么了？你特么的就是齐俊啊！你也没长3只眼啊，嘚瑟什么？眼看局势得到控制，吴凡终于走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笑，那叫一个得意。特么的，你又是谁？吴凡走到董卿身边，仿佛抱到了最有力的大腿，两条胳膊随意抱在胸前，直接没把齐俊放在眼里，嚣张地说道：“你凡爷都不认识了，你简直有眼无珠。”特么的，你们唱的是哪一出？哪整出来的妖魔鬼怪？齐俊看看左右，虽然我们这边人多，但也真没有把一群农民放在眼里。吴凡，走你们的，这里交给我了。你们今天谁都走不了。这里是桃源村，我的地盘，到底谁走不了？你刚才问齐俊是谁，说明你是认识我的。整个乡县有我出不去的地方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认识你。快走，金凯，我们快走。董卿是来帮我们的，就这么走了不太好吧？没事，这里是桃源村，董卿吃不了亏的。奔到面包车前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圆圆家的老房子，门前尘土飞扬，怒吼声和惨嚎声此起彼伏。董卿他们毕竟人多，还真没有吃亏，我才放心地上了车。离开桃源村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一排警车开了进去。看到警车，尹晨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开哥，周向阳真嘎了，俊哥会帮我吧？尹晨带着一丝希望问道。我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跟他说了实话。你别指望红卫军了，你的位置确实是他卖的。不可能，我要问问军哥。尹晨眼圈发红，双手颤抖，又把手机拿了出来。别天真了，他不会管你的。不可能啊！军哥说把我当兄弟，要带着我出人头地的。我18岁就跟了他，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现在出了事，他怎么能不管我？尹晨没骨气的嚎了起来，眼泪顺着他的眼眶滑出，很快就浸湿了他整张脸颊。除了尹晨的哭声以外，整个车里寂静无声。开哥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尹晨擦干泪水，眼巴巴的看着我，像一头无家可归的小兽。自首吧。你不是有心要嘎他的，虽然算不上正当防卫，但也不是故意嘎人。自首的话，态度好点，争取多减几年。我也想办法帮你活动活动。我虽然没有红卫军那么大能量，但在牢里待了3年，多多少少也认识点人。但说实话，无论怎么活动，10年往上肯定是跑不了的。这毕竟涉及到人命案子。阿发等人都不说话，似乎对我的建议不太满意。可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开哥，前面停车吧，谢谢你照顾了，但我不想自首，不想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中，却在牢里度过。我和圆圆走了，将来有机会再见吧。劝他自首，是我作为一个守法公民该做的事；放他离开，是我作为一个大哥应该有的底线和担当。虽然我这大哥才刚刚当了1天，坐在车里看着那2个越跑越远的身影，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嫌弃和厌恶，反而充斥着浓浓的怜悯和悲凉，脑子里只剩下一句话：一定要把红卫军送进监狱。